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搭载转子发动机的摩托铃木 R15。其实说到转子发动机，一般不会把它跟摩托联想到一起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转子发动机一般多用于汽车、飞机或者模型飞机，比如马自达、日产、丰田、奔驰，也有雪佛兰、劳斯莱斯都研发过转子发动机。而在摩托领域，有大力神200、传祺 X99、雅马哈 RZ201、本田 CB125、铃木 R15、诺顿的 RC588、F1、F2， 包括克莱顿 CR700、罗德尼 OCR1000， 这些摩托都是转子发动机。这其中最出名的是大力神200，包括铃木 R15。而在摩托领域，对转子发动机最痴迷的是诺顿。诺顿的转子发动机我们有空再聊。今天这台铃木 R15， 它生产于1974年到1976年，用的是一台液冷加油冷 498cc 单转子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500转，爆发62匹，最大扭矩3500转，爆发74牛米，使用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装备总重量252公斤，最高时速176到225。这台摩托最大马力虽然只有62匹，但它的性能堪比4-750发动机。之所以这么说，要得益于转子发动机的特性。我们可以把转子发动机理解为无活塞回旋式4冲程内燃机，因为它没有凸轮轴，没有进气门，没有排气门，所以它的运动部件也比活塞式发动机少了很多。它也被称之为汪克尔发动机，因为就是这哥们儿发明的。它的部件简单来说分为发动机前盖，包括转子外壳、中间壳、转子后盖、固定齿轮以及齿轮转子，包括偏心轴。产生动力的转子是一个带有一定弧度的三角形，并且每个转子都有3个面，并且每个面都有3个凹槽。三角形的3个顶点是顶点密封，中间是内齿轮，内齿轮连接固定齿轮到偏心轴，也可称之为输出轴，主要是确保转子的正确运动。因为这个偏心轴安装有偏心叶片，也可称之为偏心转子轴。转子每旋转1圈，偏心轴旋转3圈。转子外部是椭圆形外旋轮，外旋轮包括排气口、火花塞口、冷却液口，中间的壳体两边有进气口，也有冷却液口。然后椭圆形外旋轮驱动转子围绕偏心轴转动，转动过程中转子顶端经过进气口，让缸内产生真空，让燃料可以进入缸内，然后转子继续旋转，直到下一个顶点经过进气口。这时候进气口不再进气，反过来密封里面的气体，在压缩空气时缸内容积减少，产生了燃料空气混合物。转到火花塞时点燃压缩的空气混合物，因为燃烧时很长，所以压缩的燃料空气混合物被火花塞点燃，燃烧之后迫使气体膨胀，然后推动转子，并导致偏心轴在转子顶点露出排气口时继续转动，转到转子将未燃烧的燃料从缸内推出，然后准备就绪，开始下一轮做工。说的直白点，它也分为进气、压缩、膨胀和排气。所以这个玩意儿感觉被神化的很厉害，因为它的缺点就很明显，顶点密封直接接触气缸，时间长了密封开裂，会导致功率降低，怠速不好，发动机难启动。我感觉这应该是无法避免的问题。而且没有排气阀，排气口打开太快，排气噪音大，排气温度高，加上油耗高，也不适合流水线生产。至于优点，发动机体积小，振动小，转速高，而且它的实际排量是原排量的 1.5 倍，因为转子转1圈就完成了3个循环。这里插一小段，好像转子寿命包括油耗已经攻克，目前主要用于军事包括航空领域，而且转子并没有停产，只是使用的领域不一样。而且转子也分了很多，单转子、双转子等等非常多。所以这台铃木 R15 它的排量 498cc， 而实际排量却要超过 750cc。 另外它的油耗1升油可以行驶 7.5 公里左右。我们先听一下启动声音。说实话，这个启动声音的确不好听。至于再详细的我就不聊了，我估计我说了大家听不懂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懂。因为我看了 R15 的发动机图纸，包括建造模型，我感觉真的是太复杂。而且铃木对这个发动机进行了大量改造，已经不仅仅是转子油冷、外部水冷这么简单。你说1974年搞这么复杂干嘛？至于销量其实特别少，目前国内收藏价格大概5到10万左右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